谢天，谢谢地，遇见了你，这一生的美好为你而已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多么感激。手相握，眼相看，温暖气息。多么想窥探你心底的谜，多么想捕捉你温柔气息。1000次轮回里要找到你，手相握，眼相看，潮来潮去。多少的结局都随风散去，我和你天和地，生死在一起，哪怕会分离，也要努力。多少的期许刻在石碑里，我和你天和地，注定的相遇，哪怕要放弃，也要珍惜。玉桥，这次多亏你了。能帮殿下做点事，玉翘求之不得呢。殿下，这个是我做的，您别嫌弃。留在身边放点沉香吧。那就谢谢你了。哦，对了，这2天呢，你再帮我留意一下陆贞的情况。后宫里边我不方便去，你帮我打听打听，她到底分到哪个宫室。啊，是。麻烦你了。参见太后娘娘。就是这个宫女，哀家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居然惹得内侍局2位宫女为她当庭争执。把头抬起来。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我知道今天要来见太后娘娘和贵妃娘娘，所以去找别人要了点香粉，结果脸就成了这个样子。青强，你找的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呢？哎呀，太后娘娘，大人。贵妃娘娘，奴婢真的不是有意冒犯宫规的。老姑姑们帮我看过，说我的脸1年半载都好不了了。我要是现在被赶出宫去，肯定连嫁都嫁不出去了。贵妃娘娘，你就再给奴婢一次机会吧。算了，本宫今儿心情好，就赏你留在后宫混口饭吃吧。阿玄，清静殿不是正缺人吗？就把他派到那儿去吧。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。姑姑，姑姑，怎么样？成了。贵妃娘娘让我去清静殿。啊，清静殿？那可是冷宫啊。现在只有周太妃住在那儿。管他冷宫热宫的，只要让我待在皇宫里，就一切都还有希望。也亏你想出这个法子，居然敢拿蜡青脂往脸上抹，也不怕这张脸从此就毁了。我才不怕呢！小时候我装病不想读书，就经常用这一招。过2天啊，这些东西就会消下去了。
就是这儿了，这就是清净殿，进去吧。奴婢陆贞参见太妃娘娘。太妃娘娘千岁千千岁。起来吧。是。走近些，让我看看。是。是个整齐孩子。多大了？就快17了。真水灵。想当初，我也是17岁进的宫，转眼这都好几10年了。柳絮啊，咱们清净殿不都好几年没进人了？今年怎么破天荒了？太妃，这好好的人谁会到清净殿来呀？不用说，他肯定是犯了宫规被罚过来的呗。奴婢是被王上仪撵过来的。看你挺聪明的，怎么就会惹上他那个泼辣货呢？上膳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太妃呀，您呀也该用早膳了，别老问东问西的。这丫头就交给我来安排吧。我今天早上没有胃口，就想听听佛经。那怎么成啊？这会儿您不用膳，待会儿厨房里热着又麻烦。再说了，咱们这清净殿唯一识字的何蕊今天去内府局了，也没人给您念经了。太妃娘娘，我也识字儿，我可以给您念念。太好了，柳絮，还不去拿佛经？啊，是。我今天可真是走了眼了，没想到这个新来的倒挺会顺杆爬的，看我以后怎么着。哎，你过来。哦，柳絮姐姐，你这一进清净殿就能坐上太妃的贴身侍女，你这高升的速度可要比考上秀才还快呢。那也是柳絮姐姐您大力提携，陆贞今后一定会好好听姐姐教诲。哟，这还挺会说话的嘛。这是杨姑姑托我带给您的桂花油，说是太医院配制的，冬天用最好了。原来你跟杨姑姑还挺熟的呀。嗨，都是一个宫里的姐妹，没事老跪着干嘛呀？快起来吧。谢谢姐姐。以后啊，你就到东厢去住吧，到太妃那儿接着伺候，但别老自作主张。这清净殿聪明的人已经够多的了。是。走吧。站住！姐姐好，就是你抢走了我给太妃读经的差事。你就是何蕊姐姐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那么做的，只是太妃娘娘刚好想听佛经。哎，开门呐！姐姐，开门呐！开门！
多少时日都没有下床走动过了。外面太阳不错，要不我扶您出去走走？那感情好啊！哎呦，太妃娘娘，您怎么不在床上好好休息啊？来来来，这边坐。你们快去给太妃娘娘倒壶茶水。是。我昨儿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呢，怎么今天你又开始办傻事了？太妃娘娘已经年纪大了，要是被外面的凉风吹坏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对不起，我刚来，不懂规矩。我告诉你，我要不是看在杨姑姑的份上，我……好了，去帮着丹娘把院子打扫一遍。去呀！哦，是。太妃娘娘，您喝茶吧。丹娘，昨晚谢谢你啊。我还得谢谢你呢。昨天我收到你给大家带的一口酥，哇，那一口酥简直就是太好吃了。小时候我在家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，可我打从进了宫就一口都没有吃过。咱们清静殿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太妃娘娘也比不上其他宫的主子，不过还能开个小厨房。哎，有一回我去内侍局，有个姑姑赏东西给我吃，哎呀，赏了我几颗果子，那果子简直又香又甜。啊，你怎么说来说去就离不开一个吃字啊？是啊，连太妃娘娘都夸我是个吃货。对了，丹娘，我初来乍到，你能不能教教我清静殿的规矩啊？告诉你，你呀，就记住一点，宁肯得罪太妃娘娘，也别得罪柳絮姐姐和何蕊姐姐，她们两个是一等宫女，一旦生气就不许你吃饭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陆姐姐，你是不是昨晚冻着了？风吹的，没事儿。哎呀，你可千万得小心啊！咱们这儿可不比其他地方，生了病还能吃上药。我们只能像犯了罪的工人一样去静心院等死。放心吧，我身体棒着呢。哎，丹娘，我一直想问你，这清静殿的姐姐妹妹们，虽然表面上敬着太妃娘娘，可是私底下却……这些你都知道了。柳絮姐姐她们就是这个样，表面上是一套，背地里又是另外一套。按说这太妃娘娘也算是个大贵人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大胆呢？还不是因为太后娘娘。咱们在这边太妃太妃的乱叫，其实娘娘的称号应该是太皇太妃。她呢是契湖部的公主，在宫里呢也算是一等人物。不过啊，背地里却有人说这个儿媳妇是皇家出身，有点上不了台面。啊？所以啊，太后娘娘当上了皇后之后，咱们太妃就遭了罪，被丢在这个清静殿里面，一住就是10几年。虽然表面上金尊玉贵，但毕竟她年纪也大了，也没有什么权势。这清静殿里面的人啊，根本就没有几个是真心对待她的。娘娘，吃饭吧，早点吃，早点睡。何蕊姐姐，汤来了，汤来了！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搞的你？就这点小事也做不好，成天就知道吃，到现在连3等宫女都当不上，这可是我新做的裙子，全都让你给毁了。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姐姐，你还是回去换衣服吧，我来服侍太妃就好了。陆贞说的对，何蕊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收拾了吧？太妃娘娘，我昨儿听说了，您晚上总是觉得口渴，这是新泡的蜂蜜水，您就多喝2口吧。您不喝也没事儿，拿回去就是了。我想，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。柳絮他们怕给我喝多了，
晚上起来的次数也就多了，所以晚上从来没有给我喝足过。瞧您说的，柳絮姐姐她们也是为了您好啊。姐姐，你伤风了？没事没事。丹娘，快，打开药匣子，拿一颗柴胡丸给陆贞吃。是。哎，这怎么行啊？这可是太妃您的。行了行了，我这儿最不缺的就是药丸，你赶快吃吧。药来了，药来了，给你。你不会连这个都想吃吧？这个药壳子是枣泥儿做的。丹娘啊丹娘，你真的是一个没有志气的吃货。谁说的？我可有志气了。我何丹娘，今生呢一定会发奋努力，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梦想而奋斗终生。我呢要当上思善思的宫女，天天吃大鱼大肉，天天喝蜂蜜枣糊。这就是你的志气吗？还有没有更大的？其实有的。等我有一天发了大财，我立马在床头支一个小油锅，叫点心师傅天天来家里伺候着。我想吃一口酥的时候，他立马就得给我炸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怎么这么烫啊？没事，我去宫里找2颗药丸吃就行了。可是，哟，遭报应了吧？快，自个儿收拾包袱到静心院去。病得这么重，想把我们都传上？就是啊，你们2个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进去。又一个等死的，这个月已经是第4个了，前3个已经死了，这个呀，咱们打个赌，看看他到底能活几天。娘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你是说他被分到清净殿去了？是啊，我先走了。清净殿。你说他被派去给先帝守灵了？是，陆姑娘因为犯过错，被罚去给先帝守灵了，至少得半年才能回来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这玉桥办事还是很稳妥的。这个我知道。娄氏借着我这个储君身份，长期把我拘在内宫里，我要想出趟城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我有办法。
只要找我禁军里的朋友递个消息出去，他们准能找到陆姑娘。这件事你有把握吗？嗯，好，那你一定要记住，给我多画点金子，让他们好好帮我照顾陆姑娘。这都没问题。不过您对陆姑娘这么上心，不会是红鸾心动了吧？你还不快去！好，好，好。你真的要喝吗？我要是你呀，我就不会喝那里面的水。前天才有一个宫女跳下去，到现在还没捞上来呢。唉，到了这静心堂，就是等死的命了。我要是你呀，就赶紧找一根绳子，还不如吊死了痛快。疯了疯了，果然又多了一个疯子。我没疯，我只是不想认命。大人，我看您得的也是痰症，这是车前草，商队里的人都用它来治痰症。你也吃一些吧。这个真的可以救命吗？能。穷人家没钱治病，就吃这个，总能管点用。太好了，快是啊，吃！你们大家快来看啊！咱们这个等死的地方，居然又多了一个贾大夫。我不是大夫，我也是被扔到这儿来的病人。但我相信，只要能做点什么，肯定比什么都不做强。这个真的能治病吗？来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咱们多活几天的。谢谢，给我一点吧。吃吧。钟叔，殿下，玉翘哪儿去了？今天一早就被内侍局的人叫去了。哦。下去吧。快来人，把盆拿来。殿下，
钟叔啊，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吧？啊！元福公公求见。参见长广王殿下。起来吧。长广王殿下，皇上请您去趟朝阳殿。知道了。阿占，是朕对不起你，全怪朕多嘴。皇上，何出此言？朕开不了口。元福，你来说好了。是皇上。长广王殿下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皇上看到您带一个香包，就叫来修文殿的宫女来问了问，他们都说是玉鞘送给您的。皇上以为殿下您对玉鞘，所以皇上那天去贵妃娘娘那儿的时候，一时高兴就提了一嘴，没想到今儿早上贵妃娘娘叫了玉鞘去问话，赏了他2记板子，一不小心他就死了。阿占，是朕对不起你。没想到幻云他这么多年来，他还……殿下，钟叔，看样子你都知道了。是，刚才王上仪特意来过，说玉鞘是太后派到修文殿来，故意接近你的，还要你多加小心。还有，太后送来的东西，千万不要动。他倒是会帮我着想。贵妃娘娘也不知道，提示玉鞘是咱们这边的人呢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都是我害了玉鞘。我知道他心里喜欢我，没想到我竟然连累了人家。对了，原路把守陵那边的宫女都查了一遍，里面并没有陆姑娘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汉书，还是曹大家的增补版？虽言故北夷之气，如群畜穷驴，但西域亦常闻海市蜃楼者。海市蜃楼。对了，我跟我爹走柔然商队的时候，就见过海市蜃楼。你一个小宫女，怎么也能知道这些？小宫女怎么就不能知道这些了？哎，你别理杜思怡，她自从得了麻风病，就变成这个古怪的性子。听说啊，她原来也是掌管史书的女官，结果现在啊，也只能管管我们这儿了。女官？对啊。你看这个《史记》干嘛？哦，我听说以后宫女晋升女官的考试要考这个，所以就拿过来看看。你想考女官？元寿，你听见了没有？这个4等小宫女现在还闲在这静心院呢，居然发起女官梦来了。我没做梦啊，我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说不定哪天周太妃娘娘就会叫人来接我回去了。既然后宫准许让宫女通过考试来晋升女官，为什么我就不能试一试啊？啊，接你回去？你在这儿待了10几天了，见到哪个宫女被接出去吗？你不知道这静心院向来是只进不出的吗？
我才不管呢！我刚来那会儿，这院子里不也跟乱坟岗似的吗？现在只要肯努力，不也好多了？哼，我在这儿待了8年了，头一次看到你这种死到临头还嘴硬的宫女。您要事事都能看得准，也不会明明是个6品女官，却还会被赶到这儿跟我们一起等死。大人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站住！我有话对你说。我要是能让你离开这个静心院，你拿什么来报答我呢？《史记》天人3册，《公羊传》。天哪，这简直抵得上半个崇文馆了。我杜衡一生效仿班昭，昔日被先皇重金礼聘入宫，掌管史籍，这点收藏算得了什么？大人，奴婢不知您如此博学多才，之前多有得罪，还请大人恕罪。我不需要恕罪，但我想跟你做个交易。大人有什么吩咐，敬请直言。我一生自负，写成了《汉书注》和《史记注》2本书稿，只可惜没来得及整理和抄腾，就得了这个怪病。大人如果需要抄书的，奴婢愿意代劳。你以为我喝了你几碗车前草水，就能看中你吗？坐下来，先写几个字给我瞧瞧。是。且夫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功；阴阳为叹息，万物为同。哟，你还知道贾谊呢？这字倒是沾花小楷，可惜太小气了一点。回大人，家里也只请过一位夫子，教了我3年的书，我也就是胡乱读了一些。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不是个读书的料。我还要考你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说的是什么？夫子说他颂扬的是后妃之德，可我老觉得他写的也就是在河滩上姑娘和小伙子那档子事儿。算是个有脑子的。那好，那些手稿我待会儿会让人给你搬过去，你每天帮我整理一点，不许错一个字，要认认真真的写。每抄完1卷，就拿回来交给我1次。回来？回哪儿来啊？我待会儿会送你去清静殿。您是说我可以回去了？没人能接你走，但是我可以送你出去。再不济，我也是个6品女官。谢大人恩典，我一定会像您说的，保证好好抄写，一个字都不会出错。我去收拾行李。大人，您怎么不把我留在静心院里抄写呢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一个时时刻刻都记得贾谊的伏鸟赋的人，会安心的待在这儿，跟我一起等死吗？你这孩子怎么才服侍了我几天就生了病？我听他们说你被送去治病了，我还担心呢。让我看看，是瘦了点儿，不过还显得精神了。是啊，这次多亏了柳絮姐姐和何蕊姐姐帮我请了大夫，所以我才能好得这么快。嗨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。只要你按时吃药啊，这病肯定就会好的。所以太妃娘娘，
你也要好好保养身体啊，这样我们这些奴婢才有盼头啊。是啊，我在外头还学习了枣蜜糕的做法。如果您明天要去散步，我就摘些枣回来做给您吃。好，太好了，来，过来坐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要多吃点儿，不然太瘦了。啊，萧焕云这个贱婢，我的人他都敢动。姑妈，他跟咱们作对，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，您用不着发那么大的脾气。只是可惜的是玉俏，高湛向来都不近女色的，咱们下了1年的功夫，好不容易让他，也是他自己命苦。高湛那个修文殿，防得连水都泼不进，没了玉俏，想再安排人进去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姑妈，您放心，那个药他不是一直在喝着。